最近新机比较少，邦尼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前阵子许多人敲碗的 Xperia 10 Mark II 吧。也欢迎大家持续在留言区或是邦尼的各个讨论区敲碗你想看的开箱评测哦。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啦。外观部分 ，Xperia 10 Mark II 在 ID 设计上可说是下足了功夫，采用了更接近新一代 Xperia 旗舰系列的外观设计，并且搭配上 Sony 一直以来在成色上的强项，以邦尼手上比较特别的蓝绿两色为例，采用的虽然是单色设计，没有更多的亮面处理，不过在视觉上还是相当简约有质感。而跟上一代采用塑料机身的 Xperia 10相比，新一代的10 Mark II 机身材质选用塑料中框，搭配前后都是康宁第6代大猩猩玻璃的组合，除了在质感上更好，同时耐用性也更有保障一些。机身配置上 ，Xperia 10 Mark II 拥有 3.5mm 耳机接孔，指纹结合电源的按键，并且按键采用雾面的表面处理，更不容易沾上指纹。采用3/2的 SIM 卡卡槽。值得一提的是，10 Mark II 并不支援热插拔，但后续推出的旗舰机种 Xperia 1 Mark II 有支援，所以应该可以期待后续 Sony 的新机在通讯上的规划。比较特别的是 ，Xperia 10 Mark II 支援 IP65、IP68 防水防尘，应该可以说是近期10000元左右唯一支援防水的中阶机种，也可以说是这个价位带非常稀有的配置。不过对于使用者来说，绝对是好事，日常使用也能更放心。随附配件部分，提供了 3.5mm 有线耳机以及 7.5 瓦充电组。值得一提的是 ，Xperia 10 Mark II 虽然没有标示快充认证，不过如果采用原厂更高瓦数的 UCH32， 充电速度会有所提升。而在手感上，10 Mark II 只有大约151克，宽度不超过7公分，手感相当顺手好握。整体来说 ，Xperia 10 Mark II 在外观设计上保有 Sony 良好的成色，材质采用了双面康宁第6代大猩猩玻璃，并且支援同级中非常稀有的 IP65、IP68 防水防尘，在使用上也更能放心。影音娱乐部分 ，Xperia 10 Mark II 搭载了6寸21:9 Full HD OLED 萤幕。同样支援深色模式，不过并不支援永远显示。值得一提的是 ，Xperia 10 Mark II 同样提供了原始以及标准2种模式可供选择，并且可以开启影像最佳化的选项。此外，在白平衡上也提供了相当细致的选项可供调整。而在显示效果上 ，Xperia 10 Mark II 这块 OLED 萤幕跟Sony自家过往的中阶机种相比，可说是迎来的大升级。邦尼以下也提供一组 Xperia 10 Mark II 跟上一代 Xperia 10 Plus 的萤幕对比，供大家参考。最后也特别提一下，许多朋友询问10 Mark II 跟上代旗舰 Xperia 5的萤幕对比，虽然两者在规格上都是采用 Full HD 的 OLED 萤幕，不过 Xperia 5毕竟还是一代旗舰，在萤幕上就是旗舰体验，不论是拥有导演模式、HDR 串流等支援，或是在实际体验中，都还是有着肉眼可见的差异。如果在意影音娱乐体验，Sony 的旗舰机种还是你更好的选择。不过，若是以同级机种来看 ，Xperia 10 Mark II 这块萤幕在同级中还是水准之上，实际表现还算不错。音效上 ，Xperia 10 Mark II 搭载底部单喇叭，实际体验跟过往差异不大。技术上支援搭配有线耳机使用的 DC-HX， 连接上支援 LDAC。整体来说，该有的 Sony 连接体验依旧拥有，外放上则是相对中规中矩。相机部分 ，Xperia 10 Mark II 的镜头配置依旧是不凑数的3镜头模组，由上到下分别是 f2.2 800万画素、16mm 超广角镜头、f2.0 1200万画素、26mm 主镜头，不具有 OIS，
最后一颗则是 f2.4 52mm 800万画素2倍光学长焦镜头。而在体验部分，拍照上非旗舰定位的 Xperia 10 Mark II 没有实体快门按键，而在录影上则是最高支援 4K 30fps， 并且提供了16:9以及21:9两种录影比例可供选择。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在 4K 以及 1080p 60fps 中，只能透过主镜头进行录制，而 1080p 30fps 则是3颗镜头都能自由切换。比较特别的是 ，Xperia 10 Mark II 拥有夜间模式，只要在相机的模式选单中选择夜间模式就能开启。同时在相机界面右下角也会记忆上一个使用的模式，就能快速开启夜间模式了。以下帮你提供开启前后的样张。先来看第一组样张，首先跟上代的 Xperia 10 Plus 相比，可以从画面上看到两者在一般模式下差异较小。接着我们打开夜景模式，可以看到10 Mark II 上的夜景模式能够有效地达成高光抑制，并且保留更多暗部细节。若是看回10 Mark II 自己开启前后的对比，夜间模式在高光抑制以及暗部细节保留效果非常显著。值得一提的是，夜间模式在3颗镜头下都可以使用，帮你以下也提供超广角镜头开启前后的对比。接着我们来看2倍之下开启前后的对比。这边比较值得一提的是10 Mark II 的夜间模式，虽然有非常显著的效果提升，不过低光场景中的截取时间也比较久一些，在拍摄时务必拿稳，尤其在镜组配置上不具有 OIS， 拍摄时务必注意。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样张，同样可以看到高光抑制的效果非常显著，在暗部的细节保留也有更好的表现。接着我们来看超广角，这是邦尼非常惊喜的一组。通常中阶定位机种的超广角镜头在规格上都相对中规中矩，也因此进一步限制了低光下的夜拍表现。不过在10 Mark II 上，则是透过夜间模式，让整体画面也达到可用的状态，最终表现也非常不错。最后稍微提一下，10 Mark II 的夜间模式在大部分低光场景都能有相对不错的表现，只是如果到了极度低光的环境中，还是会受限于硬体。不过在开启夜间模式后，差异还是非常明显。以下帮你也提供更多组夜间模式开启前后的样张。整体来说，10 Mark II 在一般模式下夜拍并不强势，跟同级机种相比，HDR 效果跟过往一致，并不积极，高光溢出也比较明显。不过这一切都在夜间模式开启后有明显提升，算是靠着算法让整体成像表现有了非常大幅的进展。邦尼还是认为 Sony 在10 Mark II 上的夜间模式算法非常值得持续探索，并应用在旗舰机种当中。而在日拍上 ，Xperia 10 Mark II 跟上代 Xperia 10 Plus 相比差异不大，在 HDR 表现上并不积极，在遇到逆光场景时会更为明显。不过随着今年 Xperia 1 Mark II HDR 更为积极的调教方向，期待 Sony 也能将 HDR 算法应用在中阶系列上啦。值得一提的是 ，Xperia 10 Mark II 色彩还原有了更准确稳定的表现，在白平衡上有所进展。邦尼以下也提供更多样张给大家参考。效能及续航部分 ，Sony Xperia 10 Mark II 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665 SoC， 搭配4GB RAM 以及128GB 储存空间，安兔兔跑分达到了147058分。简易测试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完整测试结果一样可以在 Espany.com 上找到。在实际体验上，大部分游戏还是能够顺玩，不过若是以游戏为主的使用者，建议往更高效能的机型选择。而在续航上 ，Xperia 10 Mark II 搭载36毫安时电池，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拿下了15小时30分，可以说是近期 Xperia 系列表现最好的机种。在正常使用下，稳定的一天一充没有太大问题。系统部分 ，Xperia 10 Mark II 的输入法同样采用 Google 键盘，并且支援全萤幕手势。同时10 Mark II 同样支援 NFC， 通讯上则是支援 3CA。
整体来说 ，Xperia 10 Mark II 在外观设计上拥有中阶定位少见的 IP65、IP68 防水防尘，前后采用第6代康宁大猩猩玻璃，质感、耐用性跟机身握持手感都相当不错。影音娱乐部分采用了一块表现不错的 OLED 萤幕，采用单喇叭配置。相机部分采用不凑数的3镜头，基本能够满足大部分场景需求。而在实际体验上，日拍的 HDR 表现并不积极，相对中规中矩。夜拍则是有了夜间模式的加持，有了大幅进展，会是这次最大的亮点之一。效能上采用 Snapdragon 665，足够日常使用。游戏调整画质后，顺玩没问题。续航部分搭配上36毫安时电池，在邦尼的实测中达到目前 Sony 近期续航最好的15小时30分，一天一充没有太大问题。也能看到近几代 Sony 在电力上的最佳化有了蛮大的进展。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